现在呢，我继续在丹山河边的小道骑行。这个地方还有个花景，各种各样的花还不少啊。左侧呢还是农民的自留地，种了很多的花果蔬菜，时不时就拿出来卖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是我当时就买了现在台车第一次来骑行的地方。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一路上，对面这个呢是加拿大外交人员子女学校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番禺市桥附近的丹山河水道边上骑行。这边呢已经是我第3段骑行的开始的地方了。今天纯粹就是想应节啊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端午节了，就想趁个端午节之前啊，看看市桥水道边上的河川里面有没有一些龙舟。确实也看到了几只龙舟，但并没有想象那么多，就好像大家都蛰伏在村庄里面小河丛之中。但是过了几天呢，就会龙船出笼。到了端午节那几天呢，肯定会迎来龙舟比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继续在丹山河边的小道骑行，从这边呢就骑向市桥车站附近，到那边呢再看看能不能接上市桥水道边上的，看看能不能接上丹山河边上的小道，一路的骑回去。今天主打的就是在水道旁河床边啊，就这样的小路上河畔骑行。今天帮忙的还是天气啊，天有点阴了，但是没有下雨，有些风，气温呢也没有那么高，应该没有超过30几度吧。你看啊，这边有多少的电单车？原因呢就是前面就是市桥站，3号线的市桥站在这里。现在我已经跨过了兴业大道，准备在前方再找回丹山河。现在又回到了丹山河畔来骑行了。丹山河畔也分成一段一段的，有些路段呢还是市桥那些城区的老百姓，就是过着以前那种生活，但是也有些河段呢，你看啊，都建了新的公寓。我相信的住的人都是比较年轻、时尚的人群。骑到这里，前面这条路呢，就是东环路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过东西环路了。前方呢就是广路了。
左侧呢是大罗塘的都堡小镇，但是我呢打算转到右侧的银平路里面，再去找一段丹山河地道走一走。哦，这个地方还有个花，各种各样的花还不少呢。好，再次回到丹山河边上来了。前段时间这边在搞工程啊，可能是排水工程吧，现在应该搞得七七八八了。中环必道，理发10块钱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丹山河地道呢，应该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一条地道啊。当时刚建成的时候真的挺美的，经常来。那现在呢，也是过了没多少年，这个地呢，首先是榕树的根就把这个地都顶坏了，两边的绿植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栽培，就有点随意了啊。导致你看对面呢做了更多的休闲的地方，是不是在田里做了很多的这种凉亭啊，让大家在这边休闲用餐啊？但是左侧呢还是农民的自留地，种了很多的花果蔬菜，时不时就拿出来卖一下。这条绿道呢还是非常舒适的，因为这些树都长大了，有林荫。今天高考已经考完了啊，但是最后一天可能对某一些考生他还要加考一些科目，基本上90%以上的考生应该都可以放松心情啊，不管成绩如何，可以提早进入暑假了，高中也就毕业了，是为孩子们感到高兴。正好趁这个时候可以到各处去走走。这里呢又回到了懒塘村，你看这个河川的对面
一大片的绿地公园，都是懒塘村的村里的公园。好，现在我要骑进懒塘村里去。现在出懒塘村了。现在呢，就顺着星光快速路边上的这条小道往回骑。对面呢也是李仁洞村啊，李仁洞村的一个马显平庄吧，这边也在进行拆迁，第一批的房子已经建起来了。那天去李仁洞村啊，看了一看他们的新的村民的需求，建的应该还是可以的，就跟村里人住的商品房也没有什么两样。我相信这些房子应该也都是有产权的，以后他们也是可以进行买卖的。那这些村民呢，也因此实现了离开他们的田地，成为城市人的一份子了。虽然说某些人可能对国家给予他们的补偿还不满意，或者呢，因为失去土地感到失落，或者从此以后无所事事，不知道应该干啥。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的。不管怎么说呢，如果不是这样的拆迁，不是城市的发展城市化，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换言之，如果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面住着的农民，也轮不上这样的好事。所以总体来讲呢，应该还是要为这些农民感到高兴的。虽然说从此会告别土地，确实是会转换人生。本质上讲呢，中国城市的发展扩大都是牺牲农民的土地得来的。幸好呢，农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一些红利，只不过就是说，有些人他们自己不争气，有了一些补偿以后呢，就无所事事了，也没有想到怎么样能够通过学习去跟紧这个时代。最后呢，很多人应该说也不会一直过上这种安逸的日子，甚至有很多人说不定也会破落。但是历史的潮流一直向前，人呢只能因应而生，努力的抓住时代的变化的机会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不要埋怨自己一辈子做一个穷人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一路口了，现在这边过马路，我就从东一路骑车回家。感觉远处的天好像已经暗了，可能下午又要下雨了。我今天还是利用了比较合适的时段，最主要是不是那么热，又没有雨淋。看到这边大大的义库2个字，这是由招商蛇口发展的。
既然已经到了金山谷呢，也到那边去骑一段吧。金山谷这个创业园区，感觉还是有些活力，看到很多的企业，有很多年轻的员工，可能现在算是差不多中午吃饭的时候了吧，都出来觅食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是我当时就买了现在台车第一次来骑行的地方。跟当时刚刚建成的园区来比呢，现在已经热闹很多很多了。你看这些店都开到街上来了，而且这个园区里面呢，就附带着很多的公寓啊，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就住在这里面的，这样呢也没有通勤的时间损耗。感觉它的餐馆还有各种服务性的商品是越来越多了。这个里面还蛮大的啊，应该有很多的企业在这边办公。开车下了几个台阶，就来到了这个小湖边了。天了好像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优雅了，很多植物好像也少了一些啊，但毕竟还是有一个小湖。哦，这个湖里种了一些莲花，你看这个莲花是紫色的，不同的品种，但是也快谢了。今天出门比较早一点啊，所以现在呢还不到12点。可以看到这个湖里也零零散散的种了一些莲花。
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一路上，对面这个呢是加拿大外交人员子女学校。路过金山谷学校，小朋友们放学了。现在我又回到了四广路上了，前方就是启福新村，我们从这边骑回家去。你看这个左侧英丰汇2期这边的楼已经不知不觉起得很高了。好，已经回到村里了。我的身后呢，这些年轻人，听他们说话，好像都是今天还去考试的这群高中生，也可能他们今天还有一些科目要考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福华路上了。今天幸好天气帮忙，没有那么炎热。就是我出门早，12点来钟就已经回到了村里，这样呢就躲过最炎热的时段，也避免了淋雨啊。似乎村内呢还是老样子啊，就看上去比较热闹。因为小学生应该都放假了吧，所以村内的孩子的声音就多了一些。等到今天高考彻底考完，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放松，尤其是当家长的这个10多年来为了孩子操心的家长们呢，终于可以松口气。中国的教育真的不容易的，非常严酷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仅有的一条可以公平竞争的道路，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啊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过得更好，那就只有经过这样的拼杀，最后呢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由此才有人生的开挂啊！我最起码呢，你就可以比别人活得好一点，大概就这样吧。但是成功与否呢，也并非只有高考这一切这么难的。考得好
即便读了名校，你还需要长期的努力，不断的追求。好了，今天呢就骑了这几段路，看了一看，我现在也骑了26公里了，不知不觉当中骑了也不少路了。虽然今天没有看到这个河道还有河川里面的龙舟，甚至连一次大家这种龙舟队的训练都没看到。我觉得可能过些天如果有机会，我们这场比赛时候再去看一下吧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回到村里了，骑行在学院路上，看到左侧正好是中午放学的时候，很多穿着黄校服的孩子们呢，准备出去吃午餐。那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今天几段的骑行。我们改天出行再跟大家分享。谢谢大家的跟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